这段珍贵影像拍摄于1932年，记录了香港的街巷风貌与人间百态。摄影师随坚决号远洋邮轮来到香港，这艘从德国汉堡起航的巨轮将香港作为亚洲的第二站。透过这位外国摄影师的镜头，我们得以窥见那个年代城市的生活细节，婚嫁的繁华与底层百姓的坚韧。那么1932年的香港到底是一座怎样的城市？海面上船只穿行，远处太平山清晰在望，山脚下密密麻麻的屋舍一直铺到了海边，一座港口城市的轮廓就这样显了出来。而靠近码头，生活的真实面貌也浮出水面，妇女和孩子照样干重活，男人多出海搬货，装船的活就落在他们肩上，孩子没人带，不是背在背上，就是一旁搭把手。而在街头皇后大道中，两旁挂满各式牌匾，店铺林立，商贸繁忙，热闹非凡。有人步履匆匆，也有人慢悠悠地走在街头。一位女子夹着油画，披肩长发，白裤飘逸；另一位穿着宽松旗袍，手拎狐狸毛外套，卷发整齐，自信满满。旗袍是那个年代年轻女性和小女孩常见的穿搭单品。在商铺林立、摩登都市的背后，还有一群靠双脚吃饭的人。中环的石板街上，台山兜的汉子赤脚踩着石阶，一步步往上爬。山兜是一种简易轿子，一张木椅或竹椅连接两根长杆，前后由人肩扛，有的带顶，有的不带，扶手也多是简陋木栏。乘坐山兜的多是妇人、官员、外国旅客或年老体弱者。没有活的时候，他们就蹲在街角歇着，有的摊开几张纸牌，边打边等着下一桩生意。街头偶尔也会出现一场大张旗鼓的出价，一顶红艳艳的花轿由8人抬着，锣鼓开道，晃晃悠悠地穿过街口，引来不少围观。当时的香港还深受传统中式礼俗的影响，尤其是本地越籍家族对婚礼极为看重。出嫁不只是2个年轻人的事，更是一个家族的门面，所以嫁妆也不能寒酸。餐桌、雕花梳妆台、铜台灯、电风扇、鸳鸯喜被、嵌银首饰盒，一件件都得当街抬出来，让街坊邻居都看个够。走出繁忙的街头，登上太平山顶，这里是1930年代香港许多富裕商人和高级官员的居住地。山顶空气清新，视野开阔，别墅错落有致，环境幽静。从这里望去，维多利亚港波光粼粼，远处浅水湾的海岸线清晰可见。那片沙滩柔软细腻，是当时富裕阶层休闲避暑的热门去处。可镜头一转，城市另一头海湾却没有那么多悠闲，渔船靠岸，鱼虾成堆，辛勤劳作。当时渔业依然是许多家庭的生计，渔船满载而归，新鲜的海货被一筐筐抬上岸，分类、装筐、搬运、交易。靠近岸边的小广场或临时晒场上，常见鱿鱼、小鱼干、虾米等晾晒，用竹竿或麻绳吊挂，鱿鱼串晒尤其典型。渔民们依靠这片海域，日复一日维持生活。1932年的香港是一座对比鲜明的城市，一边是皇后大道上的洋行林立，旗袍飘飘，摩登与时尚在街头蔓延；一边是石板街上肩挑山兜的赤脚汉子，背着孩子卖力奔波的妇女，还有在街角打牌等待生计的苦力。它既有太平山顶的清风别墅，也有渔港码头的言兴与喧嚣；既有锣鼓喧天的8人大轿，也有默默无声的童工与船夫。它正处在传统与现代交汇的年代里，西风东渐，旧俗未改，一切都在变化中谋生存。这就是1932年的香港，
一座夹在历史洪流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城市。